在我国民间曾流传着4个邪门诡异的职业，人们都将其称作为4小阴门。相传做阴门的火可以和鬼神打交道，直到如今民间还有相关的一段顺口溜：刽子手的刀墙上悬，二皮匠的针线封皮面，扎纸匠的工艺活又闲，仵作的眼睛看得见。今天莫言就用2集视频为大家讲述这神秘的4小阴门。刽子手这种职业是古代执行死刑的人，也被称作砍头专业户。俗话说斩首台上无活人，这种古老的行刑之法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。53克升天无活路讲的便是这个行当。相信大家也曾看过古装戏，那么必然对于以下的场景非常熟悉：官府老爷丢下手中令牌，膀大腰圆的刽子手往刀刃之上喷一口烈酒。可实际上刽子手在行刑时有着很多说法和讲究，其中更是有很多的禁忌，稍有不慎就会招惹众多麻烦，轻则被犯人家属连连叨扰，重则遭遇诡异事件反噬丧命。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刽子手的鬼头大刀，后背宽面，刀身沉重，刀柄之处刻有鬼头，被行内人称之为上劈鬼神下斩阴魂，并且传闻刽子手的刀最多砍下100人的脑袋，如果杀人过多便会煞气太重伤其己身。不仅行刑的刀具有说法，就连刽子手的选拔也同样如此。据说这类人面相丑陋，凶神恶煞，父母也基本上会缺一，因为只有这样的人身上的阳气才会重，能抵消行刑后的煞气。莫言先生的《檀香刑》一书中有写道，主角赵老甲便是一名刽子手，他这一辈子砍下的人头比当地1年产的西瓜多，40年里从未间断。金盆洗手之后回到老家，居然成为了当地的首富，但就算这样也没有娶到老婆。所以说刽子手这个行业，10个里面有9个会断了香火。这不仅仅是人们对于此行业的排斥，而是由于人们天生对于鬼神的恐惧感。所以古代的刽子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，那便是鳏寡孤独残。古文有记载，清朝的刽子手是最容易赚钱的，因为犯人的家属都讲究一个全尸，如果不想让死者身首异处，就只能花钱给刽子手，让他们下刀的时候留点情，既要把头砍下来，还要连着皮。而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刽子手叫做邓海山，他的自传中也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故事。在他刚入这个行业时，师傅就叮嘱过，杀人99必定要收手，因为做了刽子手之后，一旦杀人过百，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。可邓海山却没有将此当回事，最后他年老归田，虽腰缠万贯，可也只能落下个孤独之身。那么4小阴门中的二皮匠又是什么职业呢？在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，宁做站街娘，不做二皮匠。二皮匠又叫缝尸匠，是专门缝补修复死人尸体的。同时这个行业也与刽子手有关，相传他们通常居住在菜市口附近，每当有人被砍头了，也就意味着来生意了。被斩首犯人的家属将尸体拉走后，就直接找到他们，因为古人觉得人在死后如果不健全，那么就连阎王爷都不会收，只能沦落为山野中的孤魂野鬼。所以二皮匠的工作就是将犯人的头部和肩膀缝合在一起，而由于工作的特殊性，他们的要价极其的高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难道犯人家属不会自己缝合吗？就算可能过程比较恐怖，可也不至于为此花大价钱。那是因为二皮匠有自己的说法，他们会说缝合不是关键，召回死者的3魂7魄才是重点。在那个年代里，死者能像正常人一样入土，对于他们家属来说很重要。所以二皮匠和刽子手一样，都靠着死人赚取了大量的钱财。那么扎纸匠和仵作又为何沦为4小阴门呢？